明政守住澎湖，巩固了台湾作为海上根据地。荷兰确认无法夺回台湾，转而与清朝发展通商关系。清朝于是开始对台湾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措施，要求那些沿海的居民迁界，也就是搬到内地40里远的地方，因为担心他们和台湾进行贸易或者做生意，以防止信息和物资的流通，或者担心台湾招揽那些人。张氏家族把那些人招去台湾，澎湖就是明政体系的先锋和核心部队。直到1683年施琅征台，始终掌握在郑氏手中。这次他现在拍摄澎湖海战，1683年施琅攻打台湾和澎湖的海战，1683年康熙20年后，清朝水师提督和明政的水军领军刘国轩在澎湖周围激烈作战。郑经去世之后，明政政权内部发生了严重混乱，最终由郑克闯继位。但此时政权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局势动荡不安。清朝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领大军出征，训练了很长时间。最初，清朝因为风势和海况的影响受挫，施琅的船根本搁浅了，眼看就要杀死施琅了。这正是台湾水师危机存亡的时刻。突然之间，潮水开始迅速上涨，水势异常猛烈。这是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水涨得这么高，水面一瞬间就升高了许多，把船只全部拖了起来，让原本陷入困境的船队得以脱险，令人感到非常震惊。决战是在澎湖海域爆发的，施琅在混乱中成功逃脱了。随后，他组织力量发起了反攻，刘国轩兵败溃逃，最终导致郑克爽选择了投降。明政政权的彻底覆灭，标志着其在台湾长达22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台湾的版图也第一次真正落入了中国中央政权的统治者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战后有人想要放弃台湾，觉得灭了南明就行了，随他去吧。是施琅上奏请求保留台湾，所以才收复了台湾，根本是不想要台湾的，不想要的。在预告片中，旁白振臂高呼“统一台湾势不可挡”。戏中的预告片里，康熙说要拿回台湾，还说让天下圆满。什么叫圆满呢？我真的不明白。台湾从来没有被中国统治过，但是很多网友觉得不对劲儿，评论里充满质疑：你是不是在帮清朝打广告？清军打的是郑成功的后人，那可是民族英雄。下一步是不是要拍吴三桂传？说他怎么开门迎亲统一中国，清朝打进来就是统一中国，所以抵抗的那些史可法什么的，就是反对统一，是民族罪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再拍下去就是征服扬州，说扬州10日多么伟大，嘉定3屠多么英勇。网友批评满清无双州之礼仪，没有秦汉的尊严，没有两晋的文学，没有隋唐的盛世，批评满清是野蛮的。原来是把我们自己当成大清，仔细想想，黄俄和打虏是不是一样？注定是一部没有评分的电影。满清是在开历史倒车，颠倒历史观就是助纣为虐。我告诉你，他就是想煽动民族情绪，就是说啊，当年呢，施琅多么英雄，统一台湾。因为现在要煽动情绪，一定要找些目标出来，最大的目标就是台湾。那用什么历史人物来做示范呢？就只有3个人，一个就是郑成功。你是不是要高举郑成功？如果你高举郑成功，把荷兰人赶走，他就变成了一个割据势力，变成了像中华民国一样。真正用中国政府力量收回台湾的是蒋介石，你又不能歌颂蒋介石，于是啊，就把施琅拿出来，代表中国政权征服台湾。但是他又不想提到满清这个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是有个先天的缺陷在里面，因为那些是满人。大陆经常陷入历史困境，就是一直以来不敢说岳飞那些人是民族英雄，因为怕抵抗金人的统一。现在你说金人就是清人，大家是一个国家，清朝统一、金人统一是不是很对？你岳飞为什么要去抵挡？这些歪曲历史观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你的主体感情是放在哪里呢？我都说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基本上哪里有什么中华民族，只有汉族、大汉族，
而大汉族民族主义其实是排斥其他人的文化，把满人、新疆、蒙古都当作外族。其实西藏也是如此，官方宣传的辅助材料。有人评论电影的价值，说崖山之后中国变得更大，宋朝灭亡之后蒙古统一了中国，结果蒙古又变成了中国，中国是不是更大了？意思就是宋朝灭亡后，元明清的疆域扩展，历史进步的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叙事方法就是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分开。他们一直打进来打中国啊，汉人，结果他们是想来和中国统一。其实解释就是这样，这番话立刻被网友嘲笑。那是不是要感谢满清灭了明朝？杀人是不是也算统一的贡献？那照这个逻辑，最坏的情况就是日本没有灭掉中华民国，不然就成了更大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和韩国都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日本统治了中国，日本和韩国又变成中国永不可分割的领土，崖山之后是更大的中国，也就是亡国之后才伟大。这其实是亡国论，不是爱国论。在网上翻车被人围攻，结果官方收回了预告片，现在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据报道，在社交平台上搜集的结果，所有关于澎湖海战的负面评论都被屏蔽了。现在看到的都是官方账号发布的内容，一边倒的支持这部电影。统一台湾的历史进程势不可挡，大家都非常期待澎湖海战能够实现统一台湾的伟大目标。台湾终将回归祖国的怀抱，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也非常期待罗一舟的精彩表现。澎湖海战的争议并不是偶然，其实是因为中国宣传体系的致命逻辑。一方面要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用来让大家服从它，用来集中意志说要统一台湾；另一方面又用外族统治者作为统一的象征。结果那些小粉红并不同意他们的民族主义热情被投射到反清复明的台湾那边，这样就变得非常尴尬。中国宣传部完全误判了形势。有个网友在 B 站的留言最为犀利：崖山之后有了更大的中国，但却没有更强的灵魂；满清之后有了更辽阔的疆域，却少了做人的骨气。这句话被大量转发，影片的官方宣传账号一度关闭了评论区。澎湖海战成了民族叙事上的一次公关灾难。那票房预估到底是多少呢？原本比较乐观的预测认为，这部电影有可能可以收获高达60亿元的票房，而保守估计的话，至少也有8亿到18亿之间。主流观点认为能收30亿。我觉得场面肯定很大，但最后拍出来一定很差。中国人根本不懂怎么拍海战，为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澎湖海战》这部电影呢？《澎湖海战》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在宣传民族主义，更是在宣传打台湾。无论你是台湾人、香港人还是中国大陆人，这部电影都与你息息相关，值得你去关注和思考。鼓励动物会导致很多人死伤，鼓励动物还会引发外国对中国的制裁，让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谁在鼓吹这些东西？当时九龙城寨正在拍，是郑宝瑞。我说，如果郑宝瑞跑去拍澎湖海战，我们就要抵制他。那时候九龙城寨已经赚了很多钱，打破了记录，少赚一点钱又怎么样？因为你不是像大陆那样说几句话你就附和一下，那些人我通常都会原谅。比如江明翰去参选立法会议员，我也不会怪他，没关系。但这是你主动争取来的机会，一定有很多人想拍，你就站着这个位置作为一个香港人，还鼓吹去打台湾，把打台湾的人说成英雄，结果造成生灵涂炭。这些人做出了如此令人发指、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底线和道德标准。如果说他们不是人渣，那还能是什么呢？